上一集跟着阿汉走跳他的花莲私房菜单，吃完在地人生活中的好味道，这一集就要来踩点网络上观光客热门店家，就跟着我一起来看看到底有没有名不虚传吧。嘿，我芊芊啊，爱记起赞、搁起订阅，先刷介绍给你所有的朋友哦。花莲市区。哦，谢谢。哦，好。对对，QR code一样，刚刚那样照就可以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好先进哦，太久没有搭台铁了，好先进哦。哇，花莲地标。耶！你是从20来这里玩吗？我从台中过来，敲一下。哎、你那你我们同届的吗？你几年次？我84。好，比我小，好抱歉。大家好，我是美食水芊芊，我现在正在花莲。我现在超级兴奋，为什么这次来花莲呢？上一支影片应该已经先出了，就是我跟阿汉跟 Puzzle 呢一起出了一个联名，然后叫头摸搭鸡。上一集呢是跟阿汉去吃他自己喜欢的花莲市区的美食，这一集呢会全部都是观光客店，就是因为我很久没有来花莲，我上次来花莲应该是有4、5年前了。所以呢，我累积了非常多的名单想吃，然后顺便跟大家分享，我这次来其实还蛮波折的，因为这2天呢就是花莲下大雨，所以呢有一些地方的那个车子是没有办法过的。我今天来花莲是坐新自强号，然后再转柴油列车，然后再转新自强号，然后才到花莲的。非常谢谢台铁的人，因为我原本预期这次在搭车的时候应该会蛮波折的，但我觉得他们应变措施做得蛮好的。OK， 那我们就出发来去吃花莲的美食吧。首先到花莲的第一餐要来吃这个定制渔场三代目，我存这间很久了，然后我看到网络上很多人推荐它的鬼头刀相关的，人多的好处就是我们全部都点，然后吃吃看，给大家看一下我的鬼头刀海鲜汤饭，这看起来很丰盛哎，怎么办？我现在有点不忍心破坏它。哇，这个鱼肉你有看到吗？有点半生熟的感觉。哇，那个汤头啊，有一点点像那个我们去吃屏东饭汤的那种，有那种鲜味之余呢，它里面有放那个红葱头的味道。但重点是这个鱼肉，因为我之前有吃过鬼头刀，我觉得它的口感是比较偏实一点点的。不过它这个有点半生熟的那种状态，吃起来有点 QQ 的，而且咬起来还有那个炙烧的香气，我还蛮喜欢的。口抽，好烫。我觉得这个日本人会喜欢那种纯的味道。我来喝喝看受欢迎的剥皮辣椒鸡汤。哇，它很神奇，它是不是有点像拉面的那种剥皮辣椒鸡汤？这个呢，就是单纯的一个小孩子的感觉。剥皮辣椒就感觉是比较大人一点点，可是呢，它又不是那种我们常见台湾那种剥皮辣椒鸡汤，它的味道还蛮厚的，我觉得还很好吃的那一碗。它生蚝照得很刚好，里面很嫩，没有过熟，吃起来很鲜，又不会有那种涩味。我觉得它应该要单卖一下炸生蚝，它很像那种真的在吃生的那种生蚝，里面的汁都还在，可是外面又很酥。因为我觉得它好吃，但因为我口味比较重，所以就会很想要有点提味。新鲜辣椒的味道，不是那种香醇，是新鲜辣椒，比较刺激的那种辣，很棒。炸鱼片。
各位有汁，有汁，你有看到汁吗？有没有湿润呢？这炸鱼很好吃，而且它的酱有点像糖醋酱。我们今天来的时候啊，因为反正这几天都下大雨嘛，然后从北部过来的时候都是阴天，一到东部这边的时候呢，就开始大晴天，就觉得哇天啊，有这种感觉，这次旅程是对了的感觉。不然出发前其实我还蛮紧张的，因为想说一直都大雨，究竟可不可以拍到好看的照片？剥皮辣椒的辣味有出来，可是它味道是有厚度的，所以跟我们常吃的那种剥皮辣椒鸡汤味道很不一样。我还蛮推荐大家来可以点，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它的七星潭炸鱼，我觉得炸的很好，因为它咬下去的时候还会有那种汁有点微微的喷出来，可是你又不会觉得过于油腻，配上它的酱，我觉得它的酱做的很好。就是梅子酱嘛，我有点不太确定，就是反正搭起来我就觉得非常的完美。然后如果是海鲜汤饭的话，我觉得大家要加辣。我觉得那个厚实度就会更出来。如果你是口味上比较清淡的人，应该会蛮喜欢海鲜汤饭的，因为它其实蛮多细节都做的蛮好的，因为有炙烧，然后在吃的时候米饭还有锅巴的那种口感，还蛮丰富的。蛮味了，蛮味了，蛮味了。抱歉了，我们已经先进来了。吃完了。传说中玉里臭豆腐花莲店，终于轮到我吃它了。而且你知道吗？还好它的位置是比较偏。你知道我们刚一下车的时候呢，就哇那个味道扑鼻而来。我觉得这个外国人来一定会觉得非常的赞。然后我点的是它的大份的，它跟我们想象中的那个臭豆腐完全不一样。它还有萝卜丝，然后还有这是对九层塔，然后跟常见的那个台式的泡菜，它炸会帮你直接切半的，然后外面看起来很酥。它只是闻起来很臭，它入口的香气其实还蛮够的。我觉得它炸工非常好，因为就又酥，可是里面又是嫩的。嫩的之余呢，它这个豆腐的孔洞又有吸饱它的汤汁，所以咬的时候你还会不揪，我还蛮喜欢的。其实我觉得加萝卜丝对我来说比较还好，没有到加分，但也没有扣分，就正常。那我很喜欢它的炸皮，我觉得它这一间呢，讨论度之所以会很高的其中一个点，应该是因为它的炸皮。很常会有那个臭豆腐会追求外面酥，里面就会炸得非常的干，可是这个就是又嫩又脆。卫生纸，我跟臭豆腐咬下去的汤汁，等一下脸上就会很臭。然后它发酵的那个味道，其实它后面我觉得会有点干苦的。我觉得台北的登峰的臭豆腐，它的炸的方式也是有点像这样，外面很酥脆，然后里面是那种嫩嫩的，咬下去会喷汁的那一种。我觉得大家如果没有办法来花莲吃，可以吃吃看登峰。不过它两个味道其实完全不一样。它这里其实还有凉拌的，然后凉拌的我刚刚犹豫要不要点，而且你们要吃它最边边，有一些有沾到汁就比较还好。最边边这个是有点类似饼干的口感的。我觉得它九层塔有加分呢，多一个味道，有差有差。小朋友把鼻子捂起来，觉得好臭。台湾人的小孩要从小培养起，直接带他们去臭豆腐店，我想从小到大，从1个月开始就让他们闻这味道，他们就会习惯了。为各位示范什么叫做拳击。我现在是林玉婷上身哦，林玉谦。欢迎参加 WBO 狮王争霸赛，请展现你的实力。没问题。有吗？多少？普通啦。来了。普通啦。有，他因为你要杀了这台机器。老的。我刚以为普通的已经是最烂的了，结果还有老头子。感谢钱力。
开门喽，开门喽！上着，台阶，小心台阶哦，盘子夹子在旁边。来喽，终于找到了可颂，真的是吹丢啊！之前我朋友就有买给我吃，我在5、6年前吧，然后那时候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惊为天人，因为本身对可颂就是还好，结果一吃之后不得了。然后我们刚刚来的时候，它是2点开，我们1点40分下去的时候，其实已经非常多人了。大家如果要来找到了排队的话，请大家一定要带防蚊液，因为你小黑蚊其实蛮多，然后我脸上不知道为什么觉得痒痒的。那我刚买了1300。先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原味的感觉，这就是我魂牵梦萦。那时候我朋友特别买来台北给我吃。看一下它的酥皮，很好吃。我跟你讲，可颂要怎样好吃，就是它每一层的那种千层的酥皮，这个很薄。很脆，然后又很香，然后里面带有点 Q 度，然后咬起来你知道这是原味的，越咬越香。而且你知道它的薄脆啊，是那一种真的薄的脆，不会那种，因为有些可颂它是脆，但是因为它是厚，所以它脆，没有，它就是瘦到一个不行然后的脆。我还要买其他的，它上面贴着什么你知道吗？店长推荐，看到店长推荐呢，你就会忍不住想说，那我就来会它。你看这个，哦呦，上面好，这是金箔吗？应该是哦。哇，它中间这个酱超级好吃哎，这个有点酸酸优格感。因为我本身对青葡萄的甜点比较还好，因为很常吃一吃就觉得就那样，就是一个清甜的感觉。可是它中间加了那个之后，它把那个青葡萄的那个清香更提出来了。然后它下面那个酥啊，酥之余又不会油，因为这种千层很容易酥，然后就会变得很油。但它完全不会。我们继续下一个，咖喱贡。有歪题啊！人气王有多人气？大人气，这个是桃子。我跟你讲，每个人都有夹它，那个架上它已经在捕获它了，所以呢，它就是非常的打不开这样。啊，开了！哇，你看这，哎呦，哎呦！这个桃呢，我本身吃它从以前到现在就是比较还好一点点，但是这个桃跟它这个中间这个卡打合在一起的时候呢，你就觉得非常的完美，再配上这个酥。我想要吃我的开心果，而且它每一个都是酥皮的，可是它每个酥都长得不一样。你看这个就比较像王虫的酥，很可爱吧？开心果有一个重点，很容易油腻，不然的话味道不够厚实。但是因为它味道厚，就会担心它油腻，对不对？但是因为它外面是酥皮，很多层，所以它就综合掉那个油腻的感觉，就是刚刚好，好吃，可以拿。我的眼泪都从嘴角流出来了，真好吃。蓝莓这个也是受欢迎的品项之一。本身对蓝莓我就是都会想到李东海。它的蓝莓酱超好吃，味道非常的浓，因为有些蓝莓酱会觉得水水的，那它不会，味道很浓很香，感觉很像是那种每一口的酱都藏了很多蓝莓本人在里面，很好吃哎。下一个，这样会太快吗？还是还好？好，来这个布丁的，你看这美丽的一个牛结的感觉。哎呀，你有看它在抖吗？有抖吗？这完全是长在我喜好上的。我就是那种去面包店啊，很喜欢买那种中间有放那种布丁的那种类型的，这个就是。而且呢，它这个啊外酥，然后配上中间的那个布丁是嫩嫩的那种口感，合在一起就会觉得刚刚好。找到了呢，我真的推荐大家真的一定要来买。然后首先呢，我觉得一定要买的就是原味，原味真的超级好吃，因为它又薄又酥又香，直接吃它味道超棒。如果我回家之后再回烤，因为我当初吃到的就是回烤的版本，一样非常优秀，所以大家来一定要买它原味的。然后个人还喜欢它的青葡萄的那一款蓝莓的。然后跟开心果这几样我也都蛮喜欢的，推大家。我们等一下就要准备去跟汉拍摄了，拜拜。我们这次来花莲的任务就是我们的
汉拍我们的透摩大鸡，就是我们的联名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转过来帅一下，哇，帅到不行！那你明天要干嘛？啊，你要带我吃啊！我想当小弟。其实这边好，这里好。先可以。5、4、3。来下一个，哼，很棒。很强烈，我演呢，我演不出来。完了，不要看你的脚要出来一点哦，但看腿比较长。真的。那个笑拍的，哈哈哈。西瓜甜不甜？甜。刚去拍完汉的影片，所以我在这片上的时候呢，我跟阿汉跟帕佐联名的同梦单机已经想了，大家记得去逛一下，因为我觉得这身衣服非常好看，因为我早上穿的那一套也是。我今天下午去拍早照的时候有发现动，然后顺便问大家说有没有推荐的宵夜，超多人推这一间，我就查了一下，发现这间很夸张，因为它的 Google 1万多个评论数，可是它4.8颗星，我想说怎么可以不来试？然后呢，我刚刚拍完就有点饿，我刚刚就有点失控，我点了30样。对，我真的是要冷静一下。咬起来很有口感，而且我觉得它的咸猪肉感，可是没有咸猪肉的腌制感那么的重，有点微微的发酵香味，我觉得还不错哎。可是肉汁比较多，美美的节瓜，上面还有鲑鱼卵。节瓜跟鲑鱼卵很大哎，来，我们快挑了，耶！大家，我们去拍通化夜市有一个芋头炸，但是那个感觉很黏。出现了，咸蛋来了，要有咸蛋，这有种中华炒这个苦瓜。这苦瓜不错，会回甘，而且它处理的很好，因为它没有那个刷感，而且它的炒啊，它是用大火炒，所以它是有那种镬气的那种。这个不错，这个我喜欢。我跟你讲，我看到蛤蜊丝瓜都一定会点它，因为蛤蜊丝瓜真的超下饭的。虽然来居酒屋点会下饭的超怪，但是呢，还是要点一下。可以给过，鲜味很刚好，然后不会有臭臭的味道，而且它丝瓜够甜，因为丝瓜会出水，那个汤汁就会很赞，搭配一点姜丝，然后你加点白饭。我跟你们说，我根本就没有开麦。好，没关系，人生就是这样子，好不好？我们下次才开麦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一个，就每一样都讲完之后呢，才想起来自己没开麦。拍多久了？拍多久了？今年上面绿色条没跑，我甚至没有发现。刚刚那边吃完就哎呦，懂，哈。你 TA 懂，好。大家如果想要再敲完我们下次的话，我们就下次见了。好，大家拜拜。拜拜。Hello， 我要2个咖喱面包。你好。嗨。我常看你的我太太的偶像。今天吗？真的。哎呦。今天啊。频道打开一定就是你。你们很有品味。每天都在看你。谢谢，拜拜。哎，赶快挥手啊！拜拜，谢谢。现在来吃这间元宝屋的咖喱面包，然后这间呢在 Google 评论数也非常的高。这间是汉他推荐的其中一间，因为跟汉的拍摄那时候没有选到这一间，但是既然现在就是有时间，当然就是要特别买来吃一下。这个一个45块，它外面是完全是日式那种炸的那种面包皮耶，你看。1秒到日本，它有点神奇耶，因为我买它的时候它是放在保温箱里面，结果我现在咬它的时候它还是超级酥脆。它是复古的咖喱味，然后它的咖喱味道很浓郁之外，它的面包很松软，配上外面很酥脆，整个咬起来
很香。我觉得它没有那么的新式面包的感觉，它有点古早味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很像那种日本以前有时候你在看那种漫画《邻家女孩》的那个时期，然后边看着那个漫画，然后边吃的那个咖喱面包的那种时代的感觉。我私心蛮喜欢的，因为它的咖喱香味很重，可是它入口的时候又不会觉得太黑腻。还好买2个，喜欢。这一间呢是非常有名的，很多花莲人说必吃的国生蘸酱鸡排。我有特别加辣跟加蒜，它蒜真的给超多的哎，哇，这 Oh my god！ 你看这哇，拿起来，它的酱料是有一点点偏甜的那一种味道，咸度不会太高。通常这种蘸酱鸡排啊，它的皮会很容易不脆，尤其是我这是叫外送的。不过它边边呢，就算你沾了酱之后还是脆的，而且因为它是偏甜的酱汁，配上那个蒜啊，就让它的甜就是稍微比较综合一点，我觉得蛮赞的。只是就是想说应该会有其他香气，不过就是它的香气就比较还好。不过本身炸皮真的好吃，而且我跟大家说，有加蒜就是不一样，直接加爆粉。有辣真的有差，因为我刚刚点了2份，不小心就稍微比较了一下，一定要加辣。如果它辣跟蒜头卖完了，我觉得可以下一加。嘴巴好臭。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嗨，大家你被业配了，首先就是我出服饰联名了，分配给大家。这一次呢是我跟阿汉跟 Puzzle 的3方联名，然后我们的主题呢是头摸搭机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我们这次的标非常的漂亮，是手绘的小雏菊，然后下方呢是阿汉的概念是爆米花。这一次呢有非常多修饰身形，而且满小细节的衣服，大家不要错过今天的介绍。我们衬衫呢总共出了3个颜色，有蓝色、白色跟黑色，每一个衣服的颜色它撞的标的颜色都不一样。这件的衬衫细节满满，首先就是它的下摆是前短后长，有点伞状的，所以可以好好的盖住屁股。后方的正中间还有打折，所以你完全不会觉得这件衬衫很无聊。裤子的话，我们这次一样有出 S 加，有浅蓝白色跟炭灰色，非常好看。它的裤头呢是斜的一个设计，所以你会觉得腰看起来更瘦更小。高个子如果可以穿 S 加，真的不要错过。这件是蓬蓬袖抽绳的方领上衣，它有白黑蓝，它是最近很流行的，有点芭蕾舞风的那种感觉。也可以把它的那个领子往上拉，而且你在移动的过程中或吃面的时候，它都不容易会掉下来，卡得非常的刚好。小花立体泡泡削肩 bra top 一样有分薄的跟厚垫的，然后有黑白粉3个颜色，每一件呢上面的花状色都不一样。我私心觉得这件非常适合包色叠穿，也非常的好看。下身搭配呢是双花朵刺绣的不对称牛仔长裙，一样也是交叉设计的一个裤头，所以看起来腰会非常的显瘦。一样也有出 S 加加长的版本，然后有浅蓝白色跟炭灰，中间还有做一个斜的开叉，露出小腿比较瘦的地方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哇，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的时髦。如果不敢露手臂的人呢，不能错过轻薄透肌感的连帽罩衫，它有白色、浅灰跟黑色，而且它的透肌感是有点带亮的，所以你整个人气色看起来就会非常的好。头摸搭起果冻感泡泡印花 T， 它以短版来说没有那么的短，然后它的腰呢也比较松一点点，可是呢它在肩线的地方也会做的稍微合一点点，所以你整个穿起来就非常的显瘦，是之前非常热卖的版型。除了可以单穿之外，也可以叠搭点点网纱细肩外罩洋装。这件洋装呢有深蓝、白色跟黑色，如果你个人是喜欢叠穿的，或者是你自己有洋装有牛仔的话，有加上它之后，你整个日系氛围就完全的拉满。也可以搭配一字领上衣，一字领上衣有白色、黑色跟浅灰，这个呢是你单穿可以遮手臂非常好看之外呢，你也可以把它套在 T 恤的外面，后交叉细肩带洋装，有分白色、黑色跟蓝色，而且它后面呢交叉是非常的简约，单穿就有点无聊，里面也可以搭配小花立体泡泡的那件 bra top， 如果怕露手臂的话呢，也可以搭配我们刚刚的透肌连帽罩衫，也非常的实搭。头摸搭起立体泡泡印花 T， 大家这件真的是精华中的精华，它有4个颜色，白色、雾粉、宝蓝跟铁灰，而且呢我们的上身呢袖子稍微做短一点点，下摆呢其实是有点宽，不是直筒下来的印花 T。我一穿的时候呢就超级多人问我，头摸搭起的小花立体印花提带容量非常的大，还有宝蓝色、红色跟粉色，另外还有双花朵方形刺绣中筒袜，有白色、灰色跟粉色，我私心最爱白色，而且它的徽章非常的可爱。